由于杰克海贼船的攻击，巨象的左腿被大炮轰出了巨大的伤口，象主受伤严重，行动变得吃力，而且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危险。草帽团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与毛皮族一起为象主治疗腿伤。罗宾带着一群毛皮族将岛上的床单拿出来，用自己的能力把床单缝合在一起，做成缠绕伤口用的绷带。弗兰基在岛上的船坞里找到了升降绳索，用这个装置可以将船降下左岛，降到海面上给象主进行治疗。索隆等人则负责去砍伐木材，制作吊船。木材很快伐好了，天才改造人船匠弗兰奇几分钟的时间就修复好了船上3艘破损的吊船。乔巴则带着村民们去采摘草药。与左岛的信息封闭，岛上有很多名贵的草药都没有被毛皮族的医生发觉。乔巴认出这些草药，让村民们把草药采摘回去，用来治疗象主。娜美趁这个时间询问旺达是否有去蛋糕岛的航海图。巧的是，美洲狮佩德罗刚好藏着一幅蛋糕岛的航海图，虽然很陈旧，但还能使用。不仅有航海图，佩洛德对这一带的航线十分熟悉。如果从左岛前往蛋糕岛，一般航行需要1周以上，时间紧迫。佩洛德与旺达为了报答草帽团的恩情，同时决定随草帽团一起出海，护送他们前往蛋糕岛。吊船做好了，纱布和草药也准备完毕。这时，娜美突然发现天边有一个卷起来的厚厚的云，远远看去就像是龙卷风一样。那是无声超雷暴，是一种无声无息突然出现的巨大积雨云，伴随着猛烈的风暴，就算是路过也会被波及到，从而带来巨大伤害。如果这时候弗兰奇等人降下左岛给象主治疗的话，恐怕情况不容乐观。娜美让路飞赶紧出去，让所有人停下工作，紧急避难。左岛边缘，毛皮族在弗兰奇的指挥下固定好了吊船，启动升降装置，将10多艘吊船降下了左岛，悬挂在象腿受伤处，给象主进行伤口包扎治疗。象腿受伤的地方创伤范围很大，应该会产生十分剧烈的疼痛，但象主不吭不响，老老实实的站在原地，等待乔巴帮忙治疗。乔巴将做好的外伤药刷在伤口处，然后指挥其他人降下吊船进行包扎。这时，一阵飓风吹来，龙卷风一样的卷积云正向着左岛奔腾过来，吊船被吹得四处摇晃，风暴越来越猛烈。这样下去的话，轨道和绳索会由于超负荷工作而支撑不住的，情况十分危险。弗兰奇指挥大家将吊船拉回来，但是风暴太大，大家很难控制吊船的摆向。吊船稍微回收一点，就会被飓风吹得失去方向，向象腿上撞过去。乌索普用马尾草子弹做出一个缓冲屏障，拦下吊船，避免吊船撞击象腿损坏。路飞和娜美、加洛特、旺达乘坐长腿鳄鱼正向左岛岸边疾驰，但很明显是赶不及了。吊船被飓风吹得越摇越猛，突然一个吊船的绳索断开，上面的毛皮族脱离吊船掉向海面。路飞非常及时地赶过去，一手抓住绳索，一只手伸长，将掉落的毛皮族送到旁边的吊船上。这时，吊船上面的轨道突然断裂，所有人都失控坠落。路飞又紧紧地拉住轨道，救了众人一命。就在路飞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罗宾赶到，用自己的能力做成一张巨网，众人攀登巨网，安全回到左岛，避开了风暴。风暴平静了，路飞第一件事就是随着加洛特来到了左岛的粮仓，疯狂地往自己口袋里塞食物，将粮仓洗劫一空，在去往蛋糕岛的路上吃。加洛特对路飞一伙越来越崇拜，从来没有离开过左岛的他，对一望无际的大海、惊险刺激的海上冒险也多了许多向往。他帮助路飞将食物拿到城门外，看着未来的海面，陷入沉思。大海真好啊，我也想出海看看，哪怕只有一次也好。加洛特用香蕉贿赂了看门的放哨猴子，准备偷偷地潜入路飞的海贼船上，随路飞一起出海。陶之助和姐妹们商量，打算暂时留在左岛。他有一事不明白，为什么象主能够和自己对话？对于光月一族的历史，象主是不是知道些什么？陶之助想留下来，找机会和象主再一次对话，向象主询问光月一族的秘密。另一边，为了防止凯多的人再次袭击左岛，以及处理左岛上的重建工作，犬蓝公爵暂时不会离开这里。反正大家最终都会前往和之国会合。姐妹们将陶之助托付给了犬蓝公爵，他将自己的生命卡分成了4份，分给大家。目前的海贼同盟共分了4路，犬蓝一行人留在左岛，路飞一行人前往蛋糕岛，姐妹们等人回去和之国，猫夫人掌柜则出海寻找马尔科。为了方便互相联络，弗兰奇跑到森林里抓了许多蜗牛回来，制造电话虫分给大家。可怜的贝克穆斯在左岛刚刚发生一系列晃动的时候，根本没有人顾得上他。贝克穆斯的家被地震震毁了，贝克穆斯被压在一片废墟中。好在自己有防御力超高的龟龟果实能力，把自己缩进龟壳里，这才捡回了一条命。直到现在，岛上也没有人想起还有贝克穆斯这个人存在。如果不是路飞临近出海才想起他来，恐怕贝克穆斯就要饿死在废墟里了。
本来路飞是想等贝克姆斯康复后再上路的，但现在时间紧迫，等不了那么久了。路飞将贝克姆斯直接缠在自己的身上，一溜烟的向城门口跑去。贝克姆斯一路惨叫：“我现在可是重伤的伤员，我可真是遇到了最糟糕的救命恩人了。”城镇中，佩德罗向猫夫人老大主动请缨，随路飞等人一起前往蛋糕岛。西西里安为首的三枪手也跑出来，要求与路飞同行。旺达也跳了出来，向猫夫人老大征求机会。他们这样一闹，其他对草帽团崇拜不已的毛皮族纷纷跳出来，要求和路飞等人同行出海。报名的人数越来越多，甚至很多人是为了能在路上啃一啃布鲁克的骨头而主动请缨的。猫夫人老大考虑一阵，大吼一声，镇住了所有人，然后将这个与路飞同行前往蛋糕岛的重大任务交给了佩德罗。按照猫夫人老大的说法，贝克姆斯是一个难以控制的人，只有佩德罗能够镇住他，所以佩德罗与路飞等人同行更为合适。乌索普给娜美打造了一根全新的天后棒，可以通过控制握棒的力道来控制天后棒的长短。此项专利由乌索普发明创造，弗兰奇帮忙打磨抛光，最终成型。乌索普将娜美从夏末地群岛拿过来的维萨利亚装置全部装进了新型天后棒中。娜美通过旋转天后棒可以同时召唤出数枚雷云弹，用起来也十分顺手，完全可以将气象国家维萨利亚的科技发挥出来。有了这等装备，此次蛋糕岛之行，娜美胸有成竹。见娜美很高兴，乌索普十分欣慰，掏出随身的笔记本，准备和娜美清算一下材料费。娜美用天后棒用出一招海市蜃楼，溜了。毛皮族将路飞一行6人送到了城门口，娜美和旺达依依不舍地做了告别。布鲁克疲于应对疯狂的犬类粉丝，惨叫着跑开。索隆来到路飞面前，一想到浩瑟合同的那张桃花脸，索隆就十分不屑。他提醒路飞：“你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浩瑟厨子一脸色相，说不定正欢天喜地的准备结婚呢。路飞嘿嘿一笑：“去了就知道了。”警卫们等人站在城门口，向路飞挥手告别。我等将在和治国恭候诸位到来。看侍郎举起大毛笔，准备画一些奇怪的生物，带着路飞下象。路飞哈哈大笑：“不用了。”接着路飞用手臂将娜美等人与自己捆绑在一起，不等他们反应，路飞抓着几个伙伴直接跳下了象竹。咱们和治国见！一声声惨叫，娜美等人根本来不及挣扎，随着路飞坠入云下，大家都吓哭了。路飞却没心没肺的大笑，这要是心理承受能力不好的船员，估计没死在敌人手里，先死在自己船长路飞手里了。另一边，在遥远的阿拉巴斯坦，公主薇薇安带着可达鸭正准备与父亲一起出海，皇族的船扬帆起航，国民们排在岸边摇旗欢送。与阿拉巴斯坦的王族船并肩同行的是由海军本部少将提纳率领的军舰，意在护送阿拉巴斯坦王族纳菲卢塔利家族前往圣地玛丽乔亚去参加4年1度的世界会议。世界各国都发生了一些骚乱，世界会议对各国家来说都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聚会。在这个世界顶级峰会上，将会有实际超过50个国王汇聚在一堂，提出和讨论世界上发生的重要事件，并决定今后的方针。和路飞一会儿有关系的，除了阿拉巴斯坦，还有西海的花之国、渔人岛龙宫城，还有东海戈亚王国。作为渔人岛的公主白星，这次世界会议是务必要到场的，但是她恐惧外面的世界，还是希望能等路飞回来带她出去。大臣们劝道：“您的父王和3位兄长都会同行的。”白星公主还是很害怕，因为她深知自己的兄长和父皇没什么用，真遇到什么危险都抵不过路飞的一个手指头，实在是很难信任啊。可是这次世界会议对于渔人国来说意义非凡，历时多年的移居申请已经递交到了世界政府，一级王妃的夙愿就要实现了。如果白星公主不能参加世界会议，很容易被人类怀疑渔人族的诚意，让人类误认为渔人族不能相信人类，驳回渔人族的移居申请。沙星王子站出来鼓励白星：“为了完成母后的夙愿，我们一起去吧。”白星公主想起路飞对她的鼓励，想起母后的身影，流着眼泪答应下来。遥远的樱花王国死谷国，现任国王多尔顿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振兴成了有资格参加会议的国家。多尔顿第一次参加世界会议，乔巴的师傅库雷哈医生决定与他同行。而此谷国前任国王瓦尔波在被路飞等人打飞后，跑去南海兴风作浪，在那里成立了黑此谷王国。不过这小子也是牛逼，虽然黑此谷王国刚刚成立，却也可以拥有参加世界会议的资格，证明黑此谷王国已经被世界政府承认，是一个加盟到世界政府的合法国家。瓦尔波的东山再起之路可谓是一部励志的人生传记。被路飞等人赶出此谷国后，自己一个人四处流浪，又被海军追捕，后来靠卖火柴摆地摊过活。他利用自己的技术制造玩具贩卖，结果玩具出乎意料的受欢迎，瓦尔波的玩具店越做越大，后来做成加工厂，再后来成为了财阀大亨，迎娶白富美，出任 CEO， 走上人生巅峰。接下来瓦尔波的目标就是出书写自传，向文化界发展。
另一边，路飞星人以蹦极的方式从索岛直接跳到桑尼号上面，除了路飞，其他人都已经被吓得灵魂出窍了，趴在船上动也不动。路飞在一边大喊大叫，突然从船舱里飞去一个身影。路飞对着众人喊道：“你们看人家多有活力！”大家看见了这个人，惊得尖叫出来。加洛特兴奋地四处张望，哇，真的是在大海上，这么重的船居然能浮起来，太神奇了！佩德罗站出来提出返航，必须把加洛特送回左岛。此次行程不是游戏，危险重重，留着一点海外生存经验都没有的加洛特一定会带来麻烦的。加洛特祈求佩德罗允许他出航，哪怕一次也好。佩德罗生气地说道：“我们是去潜入四皇的据点，不是去玩。”加洛特为了证明自己不会添麻烦，把自己的背包翻了个底儿朝天，拿出准备好的胡萝卜便当、果汁、换洗衣物，这些东西足够自己用半天呢。毕竟大海那么大，航程应该很远的吧。得知前往大妈所在的蛋糕岛需要花费数天的时间，加洛特惊得跳起来，眺望大海的远方。加洛特心里十分激动，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遥远的地方，第一次在外面过夜真是太激动了。路飞一边吃加洛特的胡萝卜，一边笑呵呵地说：“反正来都来了，就一起走吧。”加洛特一扭头，突然性情大变，如同野兽一般冲过去咬住路飞的喉咙。娜美赶紧让路飞摸摸加洛特的头，加洛特被摸了头之后才变回温顺的乖乖女。我操，好险，差一点就被干掉了。路飞惊魂未定，这个看上去柔柔弱的兔子女孩，没想到这么厉害。瞧把眼睛瞪得老大，路飞差点被杀了，好可怕。玩到结束，路飞日常饥饿，山治不在，做饭这项重任不知该由谁扛下来。娜美无奈的叹口气，除了只吃胡萝卜的加洛特，指望这些大老爷们做饭是不太可能的，还是自己亲自下厨吧，只要每个人付给他5000贝利就可以了。大家一看厨师费用这么高，娜美平日里分给他们的零花钱一下子就没有了，急忙将娜美拦了下来。路飞自告奋勇的跳出来挑起做饭大梁，不就是做饭吗？有什么困难的？估计就和吃饭一样简简单单。路飞跑去做饭，布鲁克带着加洛特在桑尼号上随处参观。负责放哨的佩德罗拿到了这一天的报纸，头条新闻的标题让佩德罗惊讶的差点喊出来：革命军总部巴尔的哥被毁于一旦，凶手正是黑胡子海贼团。我是谢幕君，咱们下期见。